20年前，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5位绝顶高手，以9阴真经跃于华山论剑，大战7天7夜，最终王重阳夺天下之后，而取9阴真经。次年，王重阳兄问，不胫而走。老板，来壶酒。好嘞，马上。兄弟，拿错东西了吧？嘿嘿。爱面舍财，爱财舍面。师傅。红颜祸水，不可分心。拿着。3山5岳，量力而行。酒色财气，切莫沾身。世事无常，人心叵测。大师傅，静儿，师傅们为何在此地停留？你那匹宝马，算算脚力也该经过此地了。我们便试试你的功力。静儿，你带那么多金锭，肯定会被你二师傅这样的人偷走的。我若真想偷镜啊，哪有他差这份儿？
晶儿，江湖险恶，行事需万分小心。近日此地幼童频频失踪，恐有邪恶势力作祟，师傅们要去追查一番。少庄主，毒血取好了。速速呈上给叔父。是。话说华山论剑后，王重阳得到了天下第一的称号，但欧阳锋心有不甘，来到了王重阳的墓中，想要盗取九阴真经。没想到这王重阳是诈死了，还一记阴阳指将欧阳锋击成了重伤而王重阳的师弟周伯通拿取了九阴真经，从此遁隐江湖，再也没有。我要再要王重阳，这个太贵了，换一个吧。哎，不对啊，这王重阳可是天下第一呀！你买王重阳，我送你江南7怪怎么样？大师傅，你知道这是谁吧？西毒欧阳锋。小兄弟，牵马。哎，来了。站住！不就是拿你俩包子吗？还你！你可真是笨呢！给我放下！放下！嗨，何必要动粗啊？这小兄弟的包子，算我账上吧。哎，谁稀罕他们的包子呀？小时候不说面还硬。嗯，谢了。多管闲事。哎，爷，您请，这坐。喝茶。爷，今儿想吃点什么？我们这儿什么都有。哦，我要。小子，请我老叫花喝壶酒呗啊！哪儿进来个老叫花子？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赶紧给我走！小二，那就给我来一壶你们这儿最好的酒。好嘞，爷，送给这位老伯。哎，你没听见啊？赶紧拿酒去呀！对了，再给我来只烧鸡啊！嘿嘿。酒来喽！二位姑娘，江湖规矩向来是先来后到，这酒是在下为那位老伯所点。这位官人，天干物燥，口渴难耐，不如小女陪官人喝上一杯如何？恕在下难以奉陪，还请姑娘将这酒物归原处。官人何须拘谨？姑娘请自重。来嘛！哟，官人还真是龙精虎猛啊！原来是白驼山庄的人啊，怪不得这么淫荡。哎，两位，留步！二位别走啊！二位，实在抱歉啊，二位，实在抱歉。多谢贤弟出手相助。举手之劳。又是你！再不走，信不信我打折你的腿？小二，这位兄弟刚救了我一命，便是我的贵客了。先切1斤牛肉，半斤羊肝来，我要好好招待这位贵客。哎，
兄长初到中原，想必没吃过中原美食，要不让我来点吧。好啊，这位客爷，今儿除了包子，您还想吃什么呀？不管我吃什么，你都做东吗？当然。够吗？够。楼上雅座，有请二位贵宾。再去准备一名男婴来。是。后山找到的，像是婴孩的尸骨，腐蚀严重，筋骨尽断。这气味酸臭无比，应是反刍之物。如此狠毒的手段，肯定是白驼山庄干的呀！大哥，那我们还不速速行动，把他们就地正法？二弟，你可打听到这白驼山庄是何人主事？听闻那少庄主名叫欧阳克，是五绝西毒欧阳锋的侄子。欧阳锋。在下郭靖，还不知道兄弟怎么称呼。小弟姓黄，上面有个荣字。黄贤弟，刚才看你点菜如数家珍，不像是生来命苦之人，怎会落得如此田地？说来话长。贤弟，但出无妨。我爹给我许了一门亲事，我不同意，然后他就大怒了，把我关了起来。那我一气之下当然要逃出来了，没想到一到中原，我的白衫就被偷了。不如这样，为兄还有些银两，贤弟先拿去用吧。真扰了。黄贤弟，今日你救我性命，便是我出入中原的第一个朋友。我师父说过，对待朋友要倾其所有。多谢郭兄台，那小弟即刻启程返乡。郭兄保重，后会有期。等一下，黄贤弟。晚上天凉，把这件皮衣穿了去。为兄还有匹宝马，也一并赠与兄弟，回乡路上可省些脚力。在丐帮的地方胡作非为，把孩子放下！追！快追！别跑！这真是匹好马呀！他叫伊利奇，虽然性格顽劣，但我也跟他打好招呼，贤弟可放心与之相处。谢郭兄。郭兄，你对什么人都这么大方吗？别跑！站住！别跑！把孩子放下！站住！跟他走。
子交给我。过来拿呀！你怎么就这么爱多管闲事儿呢？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婴孩，竟有如此无耻之徒！黄贤弟，你可是那白驼山庄在哪儿？我要把孩子救出来。白驼山庄个个武艺高强，你一个人去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可恶！但我听说白驼山庄每月15都会举办堂会，今日正是15，或许我们可以趁他们宴请宾客之时偷混进去，找机会救出孩子。那我们现在就去。哎，你我这身装扮进去定会让人起疑，我们各自回去乔装打扮一下，亥时3刻相会。黄贤弟，认错了，认错了。黄贤弟，哼，谁是你黄贤弟？滚！小哥，不喝你是郭大哥，你不认得我啦？黄贤弟。黄贤弟，你竟然乔装得如此逼真。其实我本来就是女儿身。郭大哥，我已经在这儿打探了许久。你看，这1楼是宴请宾客的，2楼明显是闲杂人等不能入内，而且处处都有人守着。黄贤弟，黄姑娘，那你有什么线索吗？
江南七怪在此，定为江湖成天除恶。大师傅，哪儿来的跳梁小丑，敢来此撒野，扫了小爷我的雅兴！小毒仗着老毒在这为非作歹，偷窃孩童，看这狗德行，你们俩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武林之耻！是谁胆敢在此叫嚣？师傅，没事吧？静儿，你怎会在此地？原来是桃花岛岛主黄药师的女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失敬失敬。黄老邪的女儿？什么黄药师、蓝药师、黄老邪的，我怎么没听说过啊？桃花岛独门绝技弹指神通，果然是精微奥妙。黄岛主又怎能轻易外传？是又怎么样？难不成你还能把我拽去见我爹不成？科尔，看来黄家千金还记得我们这门亲事。黄姑娘久仰大名，在下欧阳克招待不周，还请担待。那本姑娘还有要事在身，不跟你们玩。拿着。此地不宜久留，免得伤及无辜。先抓住小妖女再说。走，快追！哎，科尔，你可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行事？侄儿马上吩咐下人准备彩礼，上岛提亲。小妖女，哪里跑？你们6个怪物还真是不懂礼数。今日要不是我，你们早就遭了欧阳锋的暗算，竟还敢在这里跟我纠缠陈年旧事。死到临头还敢嘴硬，看我不宰了你！师傅，刀下留情。静儿，黄药师与我江南七怪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当年你武师傅就是死在他徒弟手上。今日我们必须拿着小妖女抵命，为你武师傅报仇。师傅，徒儿知道你们和黄药师有仇，可若不是黄姑娘多次救我，徒儿和师傅便是阴阳两隔了。若真的要杀黄姑娘，静儿愿替黄姑娘抵命。静儿，你竟然为了这个小妖女，忤逆你的师傅们吗？可师傅不是常说行走江湖全凭一个义字吗？静儿，你够了！傻小子，被小妖女迷了心窍。等他吃了亏，自然会明白咱们的一片苦心。随他去吧。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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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好自为之。
郭大哥，对不起啊。没事，你救了我，这是我应该做的。只是师父待了我10几年，对我情深意重，让他们这么担心，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先别想那么多吧，先填饱肚子。黄姑娘，你先吃，我不饿。你以后就叫我蓉儿吧。蓉儿。那我以后就叫你靖哥哥，好吧？笨蛋。嗯。怎么还让我喂你不成？好吃。这是蓉儿收的鸡，你怎么给吃了？哎，臭小子，是你呀！那天你对我不薄啊！哎，你没吃东西啊？你要不嫌弃，给你吧。啊？小女偶尔烧的叫花鸡，得入叫花始祖洪七公的尊度，真是荣幸之至。前辈是北丐洪七公。哦，这个小女子不一般呐！啊，还知道我老叫花子的名号。嘿，小女黄蓉，家父乃桃花岛岛主黄药师。您若是喜欢蓉儿做的菜，蓉儿天天烧给您吃，保证日日不重样。哎，好，哎，我老叫花子没钱，何以为报啊？前辈，我靖哥哥呢，初入江湖，什么都不懂。若您不嫌弃的话，能否顺手教他几招？蓉儿。哦，哎呀，你爹的武功你没学几成，你这鬼心眼儿倒挺随那个黄老邪的。我洪七公啊，从来不收徒弟，你就死了这份心。洪前辈，靖哥哥，你知道吗？我爹爹常说呀，当今天下武功唯一能胜过他的只有一人，你知道是谁吗？谁啊？我听说啊，那位前辈，他有一个武功，当真是天下无双，古今独步。什么武功这么厉害啊？好像叫什么龙什么掌？什么龙什么掌啊？哎呀，什么龙什么掌来着？哎呀，降龙18掌。对，降龙18掌。哎呀，你爹这个黄老邪呀，他终于说实话了。我还以为啊，那个王重阳死了以后，他自称天下第一了呢。嘿嘿嘿嘿，死丫头，反正我也吃了你的鸡了，我就教他一掌。哎，七公，您说这样好不好？您每多教他一掌，我就多做道好菜孝敬孝敬您，怎么样？好。哎呀，那就要看你的厨艺了。臭小子，你看好了，请前辈赐教。降龙18掌乃是万家武学之巅峰，每一掌均有龙吟虎啸之势。看见了没有？此掌法招式看似简单无奇，却是有招胜无招。无论对手的招数真假虚实，千变万化，只要给他来上一掌，他必定难以招架。专克那些花里胡哨、华而不实的功夫。降龙18掌的精妙之处在于运劲发力，这劲力忽强忽弱，忽吞忽吐。这臭小子，需从至刚之中生出至柔，刚柔并济，才能发挥出它的威力。靖哥哥，快吃吧。让你小子夜以继日，勤修苦练，定能领会其中的奥妙。
臭小子，我的降龙18掌你已经学了15掌了，行走江湖应该没问题了。多谢前辈。七公，这怎么成呢？我还有好多美味的菜肴没做给你吃呢。哎呀，天下呢没有不散的筵席，我老叫花子行走江湖啊，教人武功从来不超过3掌，我再教下去，他不就全学会了吗？我再说呢，就算是我老叫花子有心教，恐怕他也没时间学喽。七公，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得到我丐帮弟子的线报，欧阳锋带着他的侄子，打算去桃花岛提亲去了。关我什么事啊？哎，你个臭丫头，老毒物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九阴真经。不好，我要回去阻止他们。蓉儿，我愿意陪你一起回去，与你爹说明利害，看清他们的嘴脸。我爹那人生性特别古怪，外人擅闯桃花岛都是有去无回，你贸然前去肯定会丧命的。不是外人，是内人，不就完了吗？不是外人，什么意思啊？哎呀，臭小子，抢亲呐！蓉儿，老毒物他明修栈道，我老叫花呢，就给他来个暗度陈仓。蓉儿，这桃花岛也并非像你所说的这般凶险。靖哥哥，你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从现在开始，你的眼神不可以从我身上离开半寸。爹爹会对闯岛的人使用幻术。靖哥哥，你为什么要帮我抢亲啊？是不想让我嫁给欧阳克吗？那欧阳克上岛提亲是要替他叔父得到九阴真经，你们俩在一起不会幸福的。那你为什么那么在意蓉儿幸不幸福呢？若当真抢亲成功了，你真的会娶蓉儿吗？脑子里疼得很。糟了，是爹爹的碧海潮生曲。靖哥哥，快用内力抵抗！蓉儿，靖哥哥，六师傅，师傅，二师傅，四师傅。大师傅，
们是怎么进来的？这小子有点意思。活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人来陪我面儿了。说，这会不会是黄老邪派来的奸细呢？不会不会，黄老邪这个人心高气傲，不会做出这种事的。啊，有道理。小子，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啊？晚辈郭靖，不知前辈尊姓大名？尊称不敢，江湖人称老顽童。靖哥哥，靖哥哥，靖哥哥。15年前，这个黄老邪非得让我把真经给他老婆看一眼。啊，我不以为然，哪知道这个婆娘原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她看完以后，回家居然把半部经书默写出来。但最后你猜怎么着？写着写着，气绝身亡了。哎呦！真的是苍天有眼呐！喂，你就别再白费功夫了。这黄老邪就是要拿我的真经来祭他老婆，才布下这个幻阵，没那么容易出去的。我只是担心蓉儿，欧阳锋他们上岛就是为了他爹爹的九阴真经。欧阳锋，欧阳锋啊，在这儿，这个老毒，为了真经，他什么都做得出来。要我看，这九阴真经该烧掉才是。这么多高手为了他自相残杀，属实是害人不浅。这个小伙子居然说出了跟师兄一样的道理。师弟，武功的最高境界不是争个高低，而是要有救人济世的胸怀。这个小伙子年纪轻轻，居然能悟此道理，不简单。师弟，我看他跟我是有缘分，不如你就把真经交给他吧。是。小伙子，我现在教你套厉害的心法，学成以后，你就有可能破掉这个幻境，早日逃离此地。你想不想？那太好了，多谢前辈。小伙子，你滚瓜烂熟！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时，不足胜有余。其义薄，其理奥，其去深。天地之象分，阴阳之后列，变化之有表，神之正征。破魔而一介自同，物约而幽冥四气。积其言有微，验之事不特，诚可谓至道之宗，放生之始也。教天地宣法。叔父，听闻这桃花岛主功力深厚，手中还握有九阴真经，若他悉心研读，岂不已是天下第一？若他行事真如常人所料，那怎么还配得上东邪的称号？
哎，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什么声音？哎，我在这里这么多年，还头一次听到黄老邪这首《碧海潮生曲》，吹到一半自己会停的。难道他默许了某个人上刀？是欧阳克他们来提亲了。不行，前辈，我一定要出去。哎，冷静一点，人家来提亲关你哦。哎，难道你也喜欢上黄老邪的女儿？哎，可惜呀，可惜呀！哎，真拿你没办法。刑法里背熟了吗？试一下运功，看看能不能破了这里的幻术。前辈，与我一同离开吧。哎，这个呢，就算了吧，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那郭靖，多谢前辈指点，就此别过了。耀兄，咱们华山一别20年，别来无恙啊！小婿敬请岳父大人金安。我为令爱带来了见面礼，把它配在身上可百毒不侵。你以后就不用怕叔公的毒蛇毒虫了。那我就谢谢您了。蓉儿，不得无礼！爹爹，你打死我算了，你打死我也不要嫁给这个小毒。令爱只是想试试射职的功夫。耀兄，何必当真呢？还请荣姑娘接受老夫的一片心意，遵从令尊之命，与我侄儿速速成婚。蓉儿不能嫁给他。靖哥哥，你没事吧？你怎么从幻境里出来的？我好担心啊！蓉儿，我没来迟吧？臭小子如此不知好歹，竟敢来这里多管闲事！10多年来，能逃出我桃花幻术的，你是第一个人。这位少侠，尊姓大名？晚辈姓郭，名敬，今日不请自来，请多包涵。耀兄，区区无名小辈，何足挂齿？我们还有要事相商呢。谁说我徒儿是无名之辈呀？师傅，启公，洪七公，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师傅，臭小子，当然是给我的好徒儿提亲的呀。老杜，你是来和我徒儿喜酒的，对不对啊？耀兄早已把他的千金许配给了社职，洪帮主不好夺人所爱吧？黄老姐，真有这种事儿啊？确有此事。哎呀，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可有一个人不答应啊。我老叫花子呢，虽然不知道男女之间的那些事情，但是我家乖徒儿跟你家闺女那是情投意合，你情我愿，要比你这先来后到更有道理吧？洪兄，洪七公说的也挺有道理。不如这样，我出一题，
让这2个后辈比一比，胜出的就做我的乘龙快婿，怎么样？西毒与北丐的武功已经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好借此机会给晚辈指点一二。你们在八卦阵中比试一下，只拼招式，不设内功。出圈者输。请开始。请前辈赐教。爹爹，那欧阳锋不守规矩，正暗中使用内力呢，你管不管啊？认真打。不愧是洪七公的徒弟，果然身手不凡呢。多谢黄岛主抬。什么？还叫我黄岛主？快跪下磕头呀！跪下！你向我磕头干什么？蓉儿叫我磕的。哎呀！这一场，两人打平。什么？喂！黄老邪，你在说什么呀？啊，那个小毒物摔成这个样子，静儿赢才对呀！什么平局呀？啊！虽然郭靖后落地，但我之前说过，出圈者输，那便是两人平手吧。武斗伤和气，咱们来个文斗吧。我再出一题，让他们晚辈俩决一胜负。捉精胜前，留有一卷手书，给二位半炷香的时间。谁将书中内容背下的更多，谁便获胜。开始吧。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时，不足胜有余。其义博，其理奥。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时，不足胜有余。其义博，其理奥。
皆上诸如木而为之精，精之暗为阳，邪其精，其精所中不相匹，亦则精散。精散则失其，失其见理。阴极在六，何以研究？太极生两仪，天地出庖判。六阴引极，逢其归元太素，太素西方金德，阴之清纯，寒之渊源。这一场，郭靖获胜。太好了！不可能，这不可能！怎么不可能？我靖哥哥就是比你厉害。爹爹，这次我靖哥哥赢这小毒物了吧？叔父，侄儿分明记得，刚才郭靖所背的内容，远超那卷中所写的。喂，欧阳克，你输不输得起？不要血口喷人啊！不得无礼！郭靖，你可知道，刚才背的经文是为何物？正是卓经在气绝之前墨的残本《九阴真经》。残本？那刚才郭靖所背的九阴真经又出自何处？哎呀，你个小犊啊，这个还不清楚啊？啊！哎呀，黄岛主为爱妻选贤婿，一定是弟妹的在天之灵看中我家徒儿了吗？啊！胡说！你个老叫花装什么？哎，你说什么呢你？科儿，不可走此。耀兄，愿赌服输本来就是江湖规矩。郭少侠天资聪慧，设职心悦诚服。有意思，这东邪与那周伯通，苦耗15载有余，也没能得到的真经，而今竟让那毛头小子轻易得手。是那老顽童教了他。没想到他失踪多年，竟一直被困在这桃花岛上。造化弄人。叔父，可有妙计？当今世上只有那小子脑袋里存着整本真经，加上黄老邪和那老叫花相助，即便我用上了剧毒，也很难让他吐出半句真经来吧。真乃天助我也。叔父，此话怎讲？刚刚得报，这小子的6个蠢师傅即将登道。可儿，你随我炼毒多年，你可知这世上最毒的为何物？靖哥哥，如今我爹已经将我许配给你，你怎么看起来还闷闷不乐的？能和蓉儿成婚，我定是高兴的。只是师傅们一直对我视如己出，如果让他们知道了，一定会伤心至极。我看啊，你师傅们当时只是嘴硬，其实私底下还是想要成全我们的。你现在如果这么想，
可就辜负了他们的一片苦心了。蓉儿真是心地善良。你怎么还叹气啊？蓉儿，江湖本就是恩怨不断，危机四伏。如今我又习得了九阴真经，定会引来不少麻烦，恐怕会连累蓉儿你。傻子！如果真有人让你交出九阴真经，你就给他备个假的，反正也没人知道是真是假。而且，要是你真的习得了九阴真经，那你便是天下第一了。以后谁还敢来找我们麻烦？不是的，蓉儿，就算得到了天下第一又如何？对我来说，都没有你重要。你就说这番鬼话逗我开心吧。不是的，蓉儿，若是有半句虚言，当天打五雷轰。我不是这个意思，蓉儿。傻子。哎呀，黄老邪呀，你躲哪儿去了你呀？啊，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你懂不懂待客之道啊？师兄，小弟陪你便是。七兄，今夜难得一聚，小弟先敬上你一杯。恭祝七兄收了个好徒弟。哦，哎呀，老毒啊，难得你一片孝心呐！啊，哎呀，哎，你那个侄儿今天跟我玩阴招啊，简直跟你这老毒那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呀！嘿嘿。哎，你们两个会不会是父子啊？七兄开玩笑了。哎，真是龙精虎猛啊！七兄多年未见，还是如此爱玩闹。嘿嘿，你这毒这么多年，还是没长进呐！跟我开不了吃屎！如你所道，本性难移。可叹啊，七公，你还是那么憨直。你内力了得，我自知毒酒难耐你何。可若加上了我的万古巨蛇毒膏，那便另当别论了。见到黄老邪，我定要拿他试问。不知那小妖女施了什么法术，把静儿魂都不跑。我早怀疑那小妖女了，到头来果然把静儿带到黄老邪这儿。那黄老邪阴毒得很，恐怕静儿……什么声音？黄老邪的碧海潮生曲。碧海潮生曲。
同15年，也没能从他身上把全本真经献给你。可是老顽童居然把真经交给郭靖这个毛头小子。如今我已答应把蓉儿许配给他，我该如何是好？师傅，三师傅，三师傅，二师傅，二师傅，二师傅。师傅，师傅，师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晴儿，怎么回事？黄老邪，不可能！刚刚的箫声跟我爹的大相径庭，这其中一定有诈。庆哥哥，你是信我的吧？晴儿，你还等什么？快去杀了黄老邪，为你师傅们报仇！定亲之缘，放你一条生路。可是你如此嚣张，今天我就用你的血祭奠我的亡妻。你们这翁婿大打出手，是为哪般呢？欧阳锋，若不是耀兄你狂妄不羁、目中无人，我也很难在东邪北丐眼皮底下轻易得胜。如今全天下只有郭靖通晓九阴真经，若耀兄不介意的话，我就先把贤婿带走。待我修炼好九阴真经之后，咱们华山再见。
郭贤侄，如今你能与东邪黄药师战成平手，可见这九阴真经真是威力无穷啊！若对常人，我大可施以剧毒，然后以解药相诱得到真经。可对你这种愚钝憨智之人，我也只能出此下策了。若儿，你这蠢货，你还真以为奇怪是黄药师杀的吗？所谓世间最毒之物，不是索人性命，而是挖空人心。如今这世上，你也只剩黄蓉与你相依为命。若我拿她来当解药换取真经，郭世侄，你该不会断然拒绝老夫吧？秦哥哥，秦哥哥，你千万不可以把九阴真经交给他，你让他杀了我便是。天之道，虽有余而不足，是故虚生实，不足生有余。其义薄，其理傲，其意去深。天地之相分，阴阳之勾连，变化之由表。死生之昭彰，不谋而一气自通，不远而有名四气。其其言有违，言之事不特，诚可谓至道之宗，方生之始矣。假若天机训发，成谋虽属吾生之，表哥亦自云之训。绝哉，妙哉！那我便还你个痛快。欧阳锋，郭靖已将九阴真经背给你，你为什么还要置他于死地？只因不合众听，至宝不同众好，习得九阴真经此等绝学之人，既有其意，岂能容耳？人家郭靖都把真经传给你了，你还不依不饶，非要逮着蛤蟆钻出尿不可啊！你再对我这个王重阳师兄转世不利的话，我周伯通不同意。你这自不量力的老疯子，还敢来与我等造次？喂，他说周伯通不自量力，他可能是不知道我们这20年守着真经到底做了什么。对，不如让他尝尝当年把他武功尽废的一阳指。好，我来，别吵，这次一起来。双重一阳指。人呢？老师傅，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呐？真经还在。
境界不是争个高低，而是要有救人济世的胸怀。青哥哥，虫儿，我睡了多久7天7夜。金哥哥，我们回大漠吧，从此忘掉这里的所有事情，不涉中原，不问江湖，好吗？我要上华山，和欧阳锋再打一次，堂堂正正的打一次。这大师傅和齐母，就算是打不过，就算是有输，我也要和他再打一次。你若是想输呢，为师劝你还是别去了。济公，济公，看来是时候教你最后3掌了。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月于渊，上下无常。有悔，名不可久。这便是降龙18掌的最后3掌。亢龙有悔的精要，在这个“悔”字，乃是心意的决绝和隐忍。你若能领会到这个“悔”字的深意，才算是学成了降龙18掌。降龙18掌如阴阳相合，相辅相成。但若将2者融会贯通，实非易事。只有2者合二为一，才是有胜无败。就是20年前华山论剑的时候，王重阳留下的掌印。他也凭借这一掌，成为了天下第一。小子，武功长进不少啊！黄岛主，
还是这么愚钝。哎，你个臭小子，你怎么还叫黄岛主啊？啊，信不信为师用整套的降龙十八掌打你呀？岳父大人。这就对了。华山之巅，可不是你们拉家常的地方。欧阳锋，20年，老夫苦等了20年，今天能站在华山之巅的，只有我一个人。欧阳锋，你还有脸来这儿？先把桃花岛的账算清楚。哎，皇兄啊，对付这个癞蛤蟆，还用咱俩出手啊？静儿，放心的去吧。哎，老毒啊，让我徒弟收拾你啊！嘿，靖哥哥，你千万小心啊！凭什么？你我皆习得九阴真经，为何我打不过你？如果有人要你交出九阴真经，你就背个假的。欧阳锋，你知道你为什么打不过靖哥哥吗？因为靖哥哥将经文乱背给你，你练的是假的九阴假经。哎，绝不可能！若真经有假，为何我练后一样功力大增？不可能，绝不可能！
话说，在第2次华山论剑呢，郭靖郭大侠将他的9阴真经与降龙十八掌融会贯通，还以最后一掌亢龙有悔，将已经走火入魔了的欧阳锋一掌击败，退出西域，再也不敢觊觎中原啊！也因此呢，郭靖郭大侠才成为了真正的天下第一，从此与黄蓉、黄绿霞双宿双飞，推演于江湖。郭靖12门，中山通10门，买郭靖，我送江南7怪。谁呀？来，老板，我要一个郭靖。哎，不买别碰啊！哎，黄蓉他爹要不要？依稀往梦似曾見，心內波瀾現。拋開世事斷愁怨，相伴到天邊。逐草食風，沙漠蒼茫，那句說相撲面，射雕引光塞外奔馳，笑傲此生無厭倦。天蒼蒼野茫茫，萬般變幻，心經百劫也在心間，因而兩難斷。逐草四方，沙漠蒼茫，那句說相撲面，射雕引光塞外奔馳，笑傲此生無厭倦。逐草四方，沙漠蒼茫，那句說